前沿企业与普通企业的 AI 代币产出差距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扩大到了 8.3 倍。为什么别人用 AI 能拉开这么大差距？账就这么简单。顺着这份简单来看 OpenAI 刚发布的最新企业 AI 采用研究报告，看着挺热闹，但它到底戳中了什么痛点？没别的，频道之前追踪过，企业 AI 落地曾长期面临高达 95% 的失败率魔咒。当时买一堆席位却跑不出产出的场景，你肯定还记得。到这儿，窗口在哪儿已经清楚了，可它为什么偏偏在这几天被拉开差距？前沿企业与典型企业的代币产出差距从1月的 2.6 倍迅速拉开到了现在的 8.3 倍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席位多寡问题了。截至今年6月，CODEX 生成的输出代币已经占到企业客户总代币的 64%， 主导权全在这上面。握紧这主导权，前沿企业在周活中 plugins 使用率高达 21%， 这红沟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跨过这红沟， OpenAI 内部员工每周 plugins 使用比例高达 95%。 他们自己人是怎么用的？数据直接摆在那儿。核心机制在于 AI 代理通过连接公司私有上下文与业务工具，直接实现跨步骤的长链路委派。这跟你在网页上随便问个问题完全是两码事。透过这两码事，维珍航空工程团队用 Codex 把改造时间缩短到半小时。这数字出来，以前那些手动敲代码的苦日子就彻底过去了一大半。告别苦日子，老技术团队的阵地变了，非技术部门也开始疯狂卷。自2月以来，企业每周活跃 Codex 用户在法律增长了108倍，销售和招聘也飙升了41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采用 AI 6个月后，入职不久的早期员工每周发送的消息量比高管多出13条。手里握着权限却不怎么动手的管理层，这回反倒成了少数派。相比仅靠问答助手的传统企业 AI 用法，新方案直接用自动化工具链废掉了繁琐的手动整理。你不需要再把数据导来导去，省去导数据的繁琐。这项洞察基于超过1000万条真实企业消息的分析，样本摆在这儿，水分被挤得干干净净。挤干水分后，它凭什么在成熟的同类 AI 协作平台中脱颖而出？核心就在于用1000万级真实数据揭示了前沿企业的代际差距，这也是它跟其他发布报告最不一样的地方。不过需要诚实指出，官方并未给出与 Microsoft Copilot Studio 等成熟同类产品的正面对比。盲目照搬这套逻辑之前，你得先把自己的底层工具链盘清楚。企业 AI 的竞争已经彻底转向智能体执行，及早把工具链嵌入业务流才是真正的破局关键。你要真天天处理这些复杂的非结构化任务，不妨找个开源工具试一下，反正跑起来不吃亏。说完就完，